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3年，江衍身边的莺莺燕燕从未断过。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当上江太太不择手段，江衍不爱我。可后来，当我把离婚协议甩到他面前时，他却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和江衍的3周年结婚纪念日，南城最大的酒店宴会大厅，灯光异彩，宾客满座。身为男主角的江衍却迟迟未露面。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现场讥讽嘲笑声渐渐大起来。毕竟我这个江太太的头衔来得并不光彩，江衍也未曾在人前给过我丝毫尊重。好友夏初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低声咒骂：江衍这个混蛋，这么重要的日子竟然去私会小情人。我看着照片上那张3年未见依旧清纯的脸庞，有片刻愣神。短短几分钟，江氏太子爷豪掷千金，包下整艘快艇，为白月光接风洗尘的消息传遍整个朋友圈。不一会儿，我接到江家的电话，让我带江衍回家。江妈妈的原话是：男人逢场作戏可以，但不能闹得满城风雨。循着地址，我来到江边，灯火通明的快艇上，彩色射灯交替闪烁，音乐震耳欲聋，在乌黑的江面显得格外亮眼。白薇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，妆容精致，棕栗色卷发披在双肩，在这奢靡嘈杂的氛围里，犹如一朵白莲花，清新脱俗。江衍坐在身侧，低头和他温柔耳语。徐峰最先看见我，略带尴尬地打圆场：嫂子来了呀。闻言，江衍只是象征性抬了一下眼皮，继续若无其事地伴揽着白薇玩闹。念念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为了我耽误你和阿衍的结婚纪念日了。白薇得逞炫耀的语气听不出丁点歉意。我越过他，走到江衍身边。江衍，妈让你回家。他轻扯嘴角，一脸不屑地看我，语气轻浮：得，江太太这是带着懿旨来的呀。随即端起手边的酒杯，轻轻摇晃着举过来。微微回来，你不表示一下？毕竟当年你们可是好姐妹。好姐妹，没错。初见时，白薇总是亲切地挽着胳膊，叫我念念姐。可是后来，那个看似单纯的女孩，使尽手段让江衍恨了我整整3年。我肚子疼，喝不了酒，许是我的拒绝让他很失面子。再加上白薇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满腔委屈地道歉说：别为了他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江衍站起身，眼眸凛冽，神情中全是戾气。江太太的位子都抢到手了，怎么一杯酒还喝不得了？人人都知道，江衍心里有个爱而不得的白薇。当年因着家里的阻碍，2人被迫分手。我和江衍结婚，白薇伤心欲绝出国，他们的那份感情却并未因此减淡半分。在周遭一片讥笑声中，我拿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江衍伸脚猛踹几下脚边椅子，咒骂一句，拽着我往外走，还不忘回身留下一句话：我先回去复命，等我，今晚谁都别走。江家老宅刚进门，一个茶杯隔空飞来，不偏不倚砸到江衍身上。面对江爸爸的盛怒，江衍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：爸，玩玩而已，念念不会介意的。说完挑眉看我，静等我的回应。我大声一笑，替他挡下后面的责怪。江衍面上维持恩爱有加的样子，手搭在肩上揽着我回我们的家。一个红绿灯后，司机停车，我被丢在路边。显眼的玛莎拉蒂跑车扬长而去，只留下呛人的尾气。初秋的夜晚，凉风阵阵袭来，我裹了裹外衣，
点开打车软件，结婚3年，这样的境遇已经数不清多少次。今天为了庆祝白薇回来，漫天盛开的烟花在南城江边的夜空绽放了一整晚。江衍一夜未归，我早已麻木的好像不会再伤心难过。我知道江衍恨我。当年江家知道白薇的存在后，用尽办法阻拦，江衍硬是生生挨下江爸爸几十鞭处罚，也发誓绝不放手。后来我去找喝醉的江衍，醉意朦胧的他与我一夜缠绵。次日清晨，被双方家长堵在床边，当场定下婚约。我永远都忘不掉江衍当时看我的眼神，愤怒、鄙夷，还有不屑一顾。苏念念，你给我下药，就这么不择手段想嫁给我？我想解释，明明是白薇找我来劝她的，即使她是我整个青春里唯一的心动，我也不会用这种伎俩。可是她不信，因为白薇出国了，临走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我。她留下一封信，说祝我们白头到老。薇薇都被你整走了，你还有脸诬陷她？是啊，在江衍心里，白薇永远都是善良纯真的，她心心念念爱着的人，怎么看都像是被我逼走的。可那天晚上，意乱情迷彻夜缠绵时，江衍还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，我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，直到他异常平静地同我结完婚，发狠地把我摔到床上，毫不怜惜的泄愤，语调上扬，说出的话句句刺耳。这么想当江太太，那我成全你，你别后悔。我想逃，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撕碎的衣服散落一地，红色的绸纱在屋顶明明晃晃。江衍认定要是我下的，是我费尽心思争来这个婚姻，赶走白薇，他要把我困在身边，为了他的女孩折磨我。回国没多久，白薇的名气迅速在娱乐圈崛起，江衍用尽人脉和关系，明目张胆为他铺平了演艺圈的路，而我这个妻子成了整个南城最大的笑话。江氏集团的跨年晚会，白薇以贵宾身份挎着江衍的臂弯款款而来，郎才女貌，才子佳人，是不是该庆幸我的座位还能被安排到他旁边？作为在场唯一一个女明星，免不了被大伙敬酒。白薇得体的面上挂笑，却始终未端起桌上的酒杯。她喝不了酒，既然是江氏的晚会，那就让江太太代劳吧。江衍适时出声，意有所指地看着我，轻飘飘一句话，既当众维护了白薇，又轻而易举把我推出来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，起身借口去卫生间，调整好情绪出来。白薇立身等在转角阴暗处，走廊尽头昏暗的灯光映射下，高定合身的晚礼服衬得她更加光彩耀人。念念，谢谢你啊，替我守了这个位置3年。口袋里攥着手机的手指轻轻一按，我摆出一脸茫然的表情问他：3年前是你下的药，然后又把我骗过去？他不在意地摆弄一下长发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道：对啊，就是我，不然我怎么放心离开？我很是不解，为什么呀，白薇？你不是爱江衍吗？他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一般，忍不住大笑。爱有什么用？他全家都不同意。既然他迟早要和别人结婚，那我就要他永远都忘不了我。这个女人真是个疯子。心思一转，我继续问道：你拿了江家的钱？白薇似笑非笑的红唇微起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念念。我把钱还给江衍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更多。果然，我所有的猜测都没错。只是3年来，江衍从不相信。我不知道，原来爱情竟能让人偏执到如此地步。错身想离开的刹那，他眸光向后一瞥，眼里闪过一丝狡诈，随即应声倒地。
江衍快步跑来，蹲着身扶起地上哭得梨花带雨的美人。白薇清泪两行，楚楚可怜地拉着江衍的衣摆，善解人意地劝慰：“阿衍，不怪念念，是我不该回来打扰你们的。”江衍嗤笑一声，嘴角挂着轻蔑，反手一个巴掌甩到我脸上，随后转头柔情地对着怀里的白薇说：“在南城，我看谁敢欺负到你的头上。”这一巴掌，他用足了力气，我几步踉跄后退到墙边，才勉强站稳。目送江衍小心翼翼地抱着白薇走远，我不禁苦笑，这大概就是被偏爱的永远都有恃无恐吧。一个解释都不容开口，他就断定他的女孩受了委屈。这一瞬间，我好像一点都不爱他了，他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闪闪发光的少年。我甚至幸灾乐祸地想，江衍，你念念不忘爱了多年的人，也不过如此。拿出手机，确定录音完好后，我驱车离开。晚上10点，江衍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卧室。这是自白薇回来的1个月，他第一次回这个所谓的家。江衍周身带着淡淡酒气，还有未消散的香水味上床。我下意识地往床边挪了挪，隔绝掉那刺鼻的气息。黑暗中，听见他轻嗤的嘲弄声，吃醋还是生气？我身体紧绷，闭着眼睛并未理会。他发疯似的扯过我，强迫与他对视，声音恨恨地从喉咙发出：“苏念念，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都是你逼我的。”看他眼里的愤怒和恨意愈加浓烈，我突然之间就倦了，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力不从心。我掰开桎梏在肩上的双手，对上他的视线，波澜不惊地开口：“江衍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夜太深，屋内安静的能听到均匀起伏的呼吸声。江衍的声音在这片寂静中尤为刺耳。江家的大门是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的吗？离婚，你休想！可这段婚姻本就不该开始，不是吗？你就舍得让白薇当小三？他再次欺身压过来，捏着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一字一句咬牙警告：“不用拿话激我，微微现在不适合爆出绯闻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和你离婚。”原来还是为了白薇。出神间，吻落在我的耳后颈侧，我刻意躲避着这不明所以的亲密。他猛地咬上我的唇，声音发紧，冷笑出声：“装什么装？当初迫不及待送上门的人，不是你自己吗？”看着眼前我执意爱到骨子里的这个男人，刹那间感觉我好像从未真正了解过他。他总是能几句话就戳中我的软肋，把我伤得体无完肤。我忍下在眼眶打转的眼泪，抬起手，啪的一声清脆声响，算是还他晚会上替白薇出气的那巴掌。丢下呆滞在原地还未缓过神来的人，起身走去客房，躺在宽大舒软的床上，思绪万千。我和江衍怎么就走到了如今境地？苏家和江家本是世交，我和江衍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妈妈生我时难产去世，爸爸忙着管理公司，顾不上我，所以我待在江家的时间比在自己家都长。我跟在江衍后面一天天长大，他对我也像家人一样疼爱，带我去游乐场疯玩，为我补习落下的功课，监视我按时吃饭。直到大学时遇见白薇，这一切就都变了。我曾天真的以为从小到大的情谊，还有3年的婚姻关系，至少能让我走进他的心里。奈何青梅终究抵不过天降，白月光的确能赢过所有。这3年极尽病态的纠缠不休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几天后，我手握孕检报告，呆滞在医院走廊。我想，上天还真是爱开玩笑，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，没成想
不知何时迎来了一个小生命。命运的礼物可以是馈赠，有时候也可以是不合时宜的负累。婚是要离的，但对于这个孩子，总要先看看江衍的态度。开车来到江氏集团大楼 ，VIP 电梯直达顶层总裁办。虚掩的办公室门内传出江衍和助理的谈话。我想要轻叩敲门的手顿在半空。江总，苏氏新能源项目的几个重要合作方答应这周同您会面，相关资料准备齐全，我会当场和他们敲定合同。那苏家那边您准备怎么办？只言片语的几句交谈，像一把利刃，刀刀刺入我的心脏。从来没想过，江衍对我的恨意深到牵连整个苏氏。新能源是苏氏的核心产业，爸爸注入半辈子心血，才得以走到今天。仅一个白薇，就能让江衍不顾两家多年的交情，对苏氏针锋相对，兵戈相向。苏氏企业爸爸的办公室里，我直奔主题：爸，公司的项目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爸爸签字的手微微一顿，了然说道：江衍这孩子做事一向狠辣果断，你们结婚后，他背后或多或少给公司使过绊子，不过都是些小打小闹。最近不知怎么的，他突然把手伸向我们的核心业务。最近是生气我提离婚，还是为了白薇？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爸，需要我做什么？爸爸摇摇头，笑着安慰：放心，公司有爸爸在。迟疑片刻，爸爸继续开口：念念，如果不开心，就离婚吧，爸爸支持你。那一刻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这些年，我每天围着江衍转，到今天才发现，爸爸头上的白发不知不觉中已多了一大半。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，能没有任何缘由的深爱一个人很长时间，也可以在某一个瞬间断情绝爱。出了办公室，我拨通夏初的电话。夏初是著名杂志社的主编，找他搜集点江衍和白薇的情报，轻而易举。江衍虽然光明正大的帮扶白薇，但江家也是要脸面的，许多报道都被悄无声息地压下。即使大家都心照不宣，可他们的私情终归没敢拿到明面上。半小时后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全是江衍和白薇出双入对、亲密无间的照片。什么感觉呢？既苦楚又反胃。白薇住进了江衍诸多房产里保密性最强的那处，他们像情侣一样，每天同进同出。出轨这种事可大可小，难成名声显赫的江家太子爷可以花天酒地，处处留情，但如果真被切实爆出来婚内出轨，对江氏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我挑了几张白薇背对镜头看不清模样的照片，转手发给江衍的对手公司。不出几分钟，江氏总裁疑似婚内出轨的信息霸占财经版头条，舆论不断发酵。江氏大楼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江氏公关部迅速做出反应，一条条预案接连发出，但却未见成效，还颇有越演愈烈的局势。看来商战还真是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忍不住想给江氏的对家老板点个大大的赞，当然也仅是想想而已。隔天早晨，我化了个美美的妆，换上仙气飘飘的裙子，戴着墨镜悠闲出门。果不其然，一出小区就被堵在门口。江太太，据说江总婚内出轨，夜不归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慢悠悠地摘下眼镜，莞尔一笑，端庄优雅的红唇微起。阿衍最近确实是没回来，不过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相信他。娇弱的语气里蓄满欲言又止的委屈，说完还抬手拭去眼角的几滴眼泪，掩面啜泣。
我见犹怜。随后在一众人痛骂渣男和小三的愤愤不平中，默默退回小区。江衍，绿茶的套路我不是不会，以前是因为足够爱你，不屑于这些手段而已，无爱一身轻。我苏念念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人，经过我一系列澄清和对手公司的推波助澜，江衍的出轨新闻稳稳居于榜首，整整1星期未能平息。一番折腾下，江衍自顾不暇，自然没精力再去插手苏氏企业的业务。一天中午，我正在阳台的躺椅上恣意晒太阳，手机软件推送的消息一条条蹦出。当红花旦白薇新剧杀青，江氏集团总裁出现在剧组后台，豪门三角恋浮出水面。网友很快扒出，之前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角落里是白薇同款的限量版香奈儿包包，看起来又有好戏要上演了。门外突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打断我的浮想联翩。江衍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立在玄关处，腕上金黄色的袖扣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俊朗金贵，魅力十足。果然，妖孽一般的男人最是无情。晚上陪我参加一场慈善晚会，他冰冷的声音隔着客厅遥遥飘进耳朵。我扬起唇角，冲他嘲讽一笑：江总是找不到女伴了，还是在担心什么？他冷眸微眯，勾着唇，别有深意地走到我面前。苏念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，识相点就老老实实陪我演完这场戏。你最好清楚，要想对付苏轼，我有的是法子。不等他说完，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来，他好整以暇地看我接完电话，伸手捏上我的下巴，微微抬起，眉眼冷了几分。精彩吗？我的江太太，苏氏企业涉嫌偷税漏税，公司被查封，爸爸被连夜带走调查。不愧是杀伐决断、独断专行的江衍，事事逃不过他的掌控。我有想过江衍知道后会有所行动，只是没想到他动作会如此迅速。江衍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低头附上我的唇，辗转缠绵，耳鬓厮磨，诚邀江太太共赴晚宴。好吧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笑着回他，乐意至极。晚上，江衍揽着我的腰，高调地出现在晚会现场。白薇居然也在，并且还热情地迎上前同我打招呼：念念姐，你们来了呀。我看着身旁一整晚都在和我上演夫妻情深的江衍，渐渐明白过来，他是想借助今天的晚会，让那些流言不攻自破，既维护了他江氏集团总裁的形象，又洗清了白薇的小三嫌疑。好一个一箭双雕。那不妨我再献上一份大礼，如何？晚会中场，江衍在不远处和别人推杯换盏，侃侃而谈。白薇意料之中来到我旁边，笑得一脸得意。没等他说话，我先开口：白小姐，做小三的感觉怎么样？他满不在意地抿一口红酒，话语中全是志在必得。阿衍是为了我的演艺事业，不然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苏氏企业恐怕撑不了几天了吧？不愧是大明星，出口的话再尖酸刻薄，面上依旧是明媚的灿笑。我凑到他耳边，柔声细语地说道：你说，同样的戏码，江衍今天还会当众维护你吗？我双手附在肚子上，闭上眼，默默说了句对不起，很抱歉小家伙，迫不得已用这种方式和你说再见。然后在白薇惊愕的眼神中，我淡笑着后仰，连滚几个台阶，跌倒在地上。江衍闻声赶过来，白薇想拉我的手，还停在半空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摔下去的。他颤颤巍巍地解释：
无数双眼睛注视下，江眼蹙了下眉，弯下腰查看我的伤势。我避开他的手，盯着白薇，缓缓吐出一句话：江眼。他说：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。闻言，视线扫到我的一滩暗红色血迹，他一时间慌了手脚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在江眼的眼中看到慌乱和无措。他抱起我，匆忙往外走，手不自觉地有些颤抖。医院病床上，医生交代需要住院调养几天，失血过多，孩子没能保住。江眼愣怔地站在那，表情空茫茫，像是掉队的孤雁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住院期间，他寸步不离守在医院。他说苏氏企业没事了，爸爸过几天就会被放出来。我静静听着，没和他说一句话。有天，他接完一个电话，便把我的手机收走，说让我安心养病。而还未从悲痛中缓过来的我，忽略了他眼中闪躲的情绪。白薇来的那天，江眼正在病床前为我喝粥。他摘下鸭舌帽，拉住江眼的衣角，低声哽咽：阿眼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他自己摔倒的，我根本没碰他。我面无表情地看他们拉扯，冷笑出声。沉默少时，江眼推着白薇走出病房。同样的场景，曾经的江眼毫不犹豫给了我一巴掌，而如今失了一个孩子，他连一句斥责都不舍得对白薇说。爱与不爱太过明显。再回来时，江眼的纯白衣领上带着淡粉色的印记，真是在刻意不过的宣示主权。烂俗的剧情。江眼，我们离婚吧。他别过脸，清淡出声。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等以后再说。除了一句对不起，我们竟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。出院回去的路上，江眼看着我一路欲言又止。车在郊区外的墓地停下，我的心顿时一阵绞痛，隐隐不安。你爸爸前天心脏病突发，在看守所不幸去世了。江眼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轻得像是我的错觉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摇着头往后退，嘴里不停呢喃：我不信，你是骗我的，对吧？江眼。他小心翼翼地想扶住我，我拍掉他伸过来的手，开车一路疾驰奔往派出所。几分钟后，捏着那张无罪释放书和死亡证明，恍然惊醒，我失去了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墓碑前，我全身发软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从日暮黄昏到更深露重，双腿早已麻木地失去知觉。最后，江眼把我抱进车里带回家，我任由他抱着，像是提线木偶，无动于衷。回去后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我总在做一个相同的梦，梦里全是爸爸的身影。他找保姆24小时照顾着我，他亲自去苏氏企业把后续事务处理妥当。可是等我渐渐好转后，却再没见到江眼的踪影。我打电话过去，每次都是助理接起，说陪江眼在外地出差，直到我把离婚协议甩进他的邮箱和微信。凌晨1点他回来了，进屋就把自己反锁到次卧，一副拒绝交流的姿态。我不想去猜测他为何逃避，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害我失去父亲的人。更何况之前明明是他自始至终站在受害者的立场，排斥这段婚姻，现在又是在别扭什么？第二天醒来，相安无事地吃完早餐，我再次开口：我们都做过婚前财产公证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把协议签了吧。一会去民政局。江眼眼角泛红，低声说道：念念，我们不离婚，你想怎样都行，可以吗？呵呵，人都是喜欢犯贱吗？对我怨恨报复了3年，当我真的放手离开时，又惺惺作态。我想爸爸能活过来，可以吗？
回应我的是他充满悔意的一声对不起。那我要白薇公开向我道歉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从此退出荧幕，离开南城，也可以吗？我冷冷地看着江衍的脸色一点点暗沉下去，他尽量克制着不安的情绪，试图安抚我。念念，我知道爸爸的死对你打击太大，但白薇也不是故意的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事到如今，一句不是故意就能抹去这些年我所受的伤害吗？就能把爸爸还给我吗？许多话卡在我嗓子里，不上不下，很是难受。我没再继续和他争论是非对错，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点开录音。白薇的话一句一句回荡在空旷的房间里，江衍扶着桌子的手因太过用力而指尖泛白，他满脸彷徨和质疑，怔怔询问：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气笑了。江衍，我说过无数次，那晚是白薇让我去劝你，你信过我一次吗？今天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白薇承认，你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相信，对吧？半晌，一阵巨大的关门声响，江衍带着全身怒气阔步离去。院子里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渐行渐远，得不到的总是最刻骨铭心的。年少时的爱恋是所爱隔山海，山海亦可平的赤诚与热烈。多年后猛然发现，曾经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竟是苦心设计自己的人。任谁都会信念崩塌吧。当天下午，关于白薇的黑料一个接一个的被爆出。白薇陪某某导演，白薇拍摄现场耍大牌，虐打替身演员，白薇勾某公司总裁，企图小三上位，一时间墙倒众人推，白薇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等待他的是巨额的违约赔偿金和演艺生涯的终结。开心吗？并没有多开心，甚至有些悲凉。我不是什么善人，没有任人欺负还不还手的道理。白薇的下场确实有我的功劳，但再怎么折腾，爸爸永远都回不来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从未爱上过江衍，从未有过这场婚姻。这一刻，我只是未曾有过的轻松。爱该是双向的奔赴，而不是一个人的无尽妥协和付出。我从少女时期开始的那场兵荒马乱的爱情，终究被他一日日的刁难和践踏消磨殆尽，被爸爸的死彻底隔断最后的一丝丝不舍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搬到婚前买的房子里。2天后，江衍拿着一份文件找到我，里面是江氏的股权转让协议。念念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让我用余生去赎罪，好不好？他眼尾染上红色，深情款款地望着我，像极了迷途知返的孩子。我大概是太久没见过这样含情脉脉的江衍了，不经意间竟愣神了许久，拉回思绪。我平静地说道：江衍，我真的要放弃了，我不爱你了。江衍像是很意外我的回答，蹙眉微抬眼角询问，毕竟我爱了他这么多年，又和他结了婚，或许高门望族里腐烂的婚姻比比皆是，玩够以后还知道回家，就应该被原谅包容。但是那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，理解并不代表认同。如果无法改变，并不是只能同流合污，我也可以选择离开。我说，我们离婚。我知道你听懂了。江衍。很久的静默后，是江衍扔下一句话，落荒而逃。念念，那就再让我追你一次。关于离婚的谈判，又一次以失败告终。很奇怪，你追我逃的戏份，兑换了下位置，在我和江衍之间继续演绎。每天不重样的鲜花送到家门口，一日不落的早晚安问候，数不尽的奢侈品礼物堆满储物间。每天晚上，
透过窗帘，我看着楼下倚在车前静静抽烟的男人，恍然间想起了年少时的那段时光。那时的我们年轻张扬，肆无忌惮。有一次在 KTV，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唱歌，只有姜妍指尖夹着一根烟，坐在角落里，远远地对我宠溺一笑。昏暗的灯光下，烟雾缭绕间，视线一再模糊，但那个安静的少年却猝不及防地闯入心中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喜欢姜妍，任谁都替代不了的那种喜欢。时间太快，回忆最是伤人，兜兜转转，此去经年，我们终究走到了路的尽头。姜妈妈来找我说，姜太太的位子只能是我的。姜妍的哥们打电话告诉我，姜妍驱散了身边所有的红颜，把白薇赶出了南城。他还把姜氏的资源一一引入到苏氏。如今的苏氏远超从前，所有人都说姜妍后悔了，姜妍爱惨了我。人人都劝我闹过就算了，要懂得适可而止。可是只有我自己清楚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爱情，他再也不可能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破碎的记忆再怎么拼凑都会有裂痕，更何况还隔着一条人命。姜妍或许对我是有些不同的，但那也仅是万花丛中过，权衡利弊后的合适选择，不值一提。我回了苏氏上班，替爸爸守好他打下的江山。我不能一直靠姜妍对我仅存的这点愧疚来赌苏家的未来，万事唯有靠自己才会长久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以后换我来守护这个家。我避开所有与姜妍有关的关系，重新一个个敲定客户和资源，每天埋在报表里，不分昼夜，喝酒应酬，谈合作，跑现场，事事亲力亲为。忙起来似乎就没有那么难过了，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总会想起爱我的爸爸。我知道，在我每天从一个个酒局回家，默默跟在身后的那个人是姜妍。公司资金紧张，不动声色替我搞定投资的人也是姜妍。但是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和他断掉所有联系，我会不再受他的任何帮助。一个很平常的中午，我约好和夏初逛街，刚出小区门就碰见站在路边的白薇。她脸色苍白，头发凌乱，完全没了曾经的耀眼夺目。看见我情绪失控地跑过来，苏念念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我忍不住回怼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别人。我想远离眼前这个神经病，可白薇却死死抓着我的衣服不放。一番拉扯下，我将她推倒，转身刚迈出2步，就听见白薇歇斯底里的大叫：“你去死吧！”苏念念本能想躲避的瞬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将我护在怀中，利刃穿透身体的声音伴随一声闷哼在身后传来。我回头看，姜妍面无血色地挡在我身前，背上还插着一把刀。我手忙脚乱，拿出手机拨打120。念念，你没事就好。他的声音虚弱，却又无比温柔。我握着他的手，爬上救护车，一路惊慌失措地赶往医院。手术是门外，医生说幸好没刺中要害。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。这段孽缘无论如何都不该搭上他的性命。明明是背上有伤，姜妍却像是不能自理一般，吃饭喝水甚至上厕所，事事都要我帮忙。我无奈地任由他折腾。出院前夕，在他再次嚷嚷着要我喂他吃饭时，我淡淡提出，姜妍，等你出院，我们就离婚吧。他目光微转，哑着嗓子问，真的没可能了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我移开视线，转身站在窗前，
记忆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再次席卷全身。江衍，我们曾经还有过一个孩子，就在我们结婚1年后，你为了你的美女秘书把我扔在路边，他死在了那天的滂沱大雨中。还有我爸爸，他的死我没法说服自己不怪到你身上，你放过我吧。背后是良久的一阵沉默。我看着窗外的树叶一片一片随风飘落，就像所有的故事终将在这个秋天落幕。突然肩上一凉，有什么东西悄然掉落，江衍从身后环拥着我，头埋进我的左肩。好，一个字艰难吐出，似乎耗尽了他所有心力。后来白薇犯故意伤人罪，锒铛入狱，江衍把近一半的财产转到了我的名下，对此我没有推脱，欣然受下，这是他欠我的。1周后，民政局大厅，短短几分钟，为这场3年致命的纠葛画上句点。门前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，我们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各奔东西，自此天涯陌路，互不相欠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恋爱7年，结婚3年的老公外面有人了。他在我们的婚房里装上监控摄像头，只为向那个女人证明他不碰我。我在某社交软件刷到一则秀恩爱的帖子，名叫凉拌小番茄的博主晒出一只爱马仕 Birkin，配文先生法国出差给小孕妇带回来的礼物，定位在韩岩市最豪华的富人区。评论里清一色羡慕博主家有钱又恩爱，纷纷预约2胎名额。瞧瞧，多么令人艳羡！如果那位先生不是我老公的话，我敲下键盘，娇妻收收尾。下一秒，凉拌小番茄置顶了我的恶评。网友立马回复我：大姐，能不能别嫉妒了？网友 B 回复网友：老公点了。我笑嘻嘻，我嫉妒什么？嫉妒小孕妇出门吃宝宝碗回家用宝宝机。还真有人上纲上线管别人怎么称呼自己啊。大妈又出警了，能不能别这么敏感啊？我服了爸爸，你简直和我妈一样莫名其妙。诸如此类的评论瞬间飙升，零星替我说话的言论很快被淹没了。我看了看手边季军去法国带回来的那只 Birkin 高版本的劣货，切了个号。我给小票和包拍了几张照片，开始发帖。老公在法国买的，感觉不太真。发完帖，顺手买了驻留包。我从容地退出软件。我和季军恋爱7年，结婚3年，他却私下养了个女大学生。半年前，母校举行100年校庆，我和季军作为杰出校友，受邀回母校进行演讲。梁欣欣就是在这时候搭上了他。年轻的女大学生，青春靓丽，活泼可爱，天真着一双杏眼望向季军。学长，刚刚你讲的我有些地方不太懂，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帮我解答一下吗？彼时季军仍是我眼中有分寸有边界的完美丈夫。他询问似的看我一眼，我笑着点头允许。没想到这之后，我引以为傲的婚姻大厦会就此崩塌。季军骗人的本事一点也不大，或许是过去10年他太忠诚，以至于任何猫腻都明显十分。一开始是时常对着手机傻笑，却在我靠近时心虚地将手机飞速摁灭。上班空隙里找我聊天的频率越来越低，还多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可爱表情包。再后来是频繁的出差，以及越来越趋于冷淡的性生活。直到那一日，他忽然找了师傅来我们的卧室里装监控。我疑惑地问为什么，季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，最近不太平，我又不常在家，这样心里踏实一些。再说，
出差晚上可以随时从监控里看看你。当天晚上洗澡时，季军将手机落在浴室外，他的屏幕亮了起来，弹出一条消息通知。以往我从不窥探他手机里的隐私，可他最近的反常却让我实在忍不住想探究一二。密码依旧是我的生日。手机跳转到聊天框，我蓦然瞪大了眼。监控装好了，聊天框里只有这一条突兀的信息。紧接着第二条消息也弹出来：季军，你不许碰他，你听见没有？备注是小梁。我向上滑动，二人过往聊天记录却被删得干干净净。至此，我恍然大悟，季军背叛了我们的10年感情，因为梁欣欣，甚至要在我和他婚房里装上监控，以此向梁欣欣证明他不碰我。我删了梁欣欣的消息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现，又庆幸卧室里的监控还没投入使用，整理好心情。我甚至在季军洗完澡出来时送上一个甜腻腻的吻，他却不着痕迹地别过头，笑着说：都老夫老妻了，好一个3针9裂的渣男。发现季军跟梁欣欣在一起后，我决定重回公司。见到我出现在部门里，季军脸色不可谓不震惊。我漫不经心地欣赏着他脸上宾采纷呈的神态。他缓了一会儿才问我：珍珍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贴到他身边，略显埋怨地撒娇：还不是你1年365天，有366天都不着家，人家一个人在家无聊吗？就让爸把我调回来了。毕业后，季军和我一同进了我家的公司，我爸有意磨练我，方便以后继承家业。季军却说他心疼我忙得日夜颠倒，家里有他一个顶梁柱就够了。从前我爱他，竟傻到看不出他的狼子野心，以至于如今他在公司里的话语权已然很有分量。老公，你整日连轴转，这样下去身体可吃不消。我在爸那儿给你请了半个月假期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我先斩后奏。此话一出，季军的脸色登时变了。最近公司许多合作的我去谈，他嘴唇死死抿着：珍珍，你这样太任性了，如果耽误了。我伸手堵住他的嘴：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老公，爸能应付过来。哼，我佯装生气，人家还不是因为担心你才这么做的。季军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但仍称不上好看。他僵硬地将我揽在怀里：谢谢你，珍珍。我攀上他的脖颈，轻声细语：寒岩市这个季节风景正好，那边别墅也空着，你去看看海，放松一下，怎么样？我眼看着季军脸色多云转晴，他眼神亮起来，握着我的手微紧：珍珍，你真好。我心中忍不住笑。我相信这句话是季军发自内心的慨叹，谁让我给他和梁欣欣独处提供了机会呢？至于我要趁季军离开的这个机会，尽可能地将他在公司掌握的权力夺回来。季军果然趁着假期带梁欣欣去了寒岩市那套别墅。他忘了我马上要过生日了。生日那天，反倒是平日里和我最说不上话的柳中天一大早打来了电话：柳珍，既然季军不在家，你来老宅过生日吧，爸给你买了个大蛋糕。我知道柳中天有讨好我的意思，除了毕业后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，以及柳中天至今仍每月按时打给我的高额生活费，我和他都算不上是有什么交集。直到不久前，我主动找上他，要求重回公司。柳中天当然高兴，毕竟从前我看不出季军打的什么算盘，不代表他这个混迹商场的老油条看不出。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柳家家产我不接手，只会落在季军手里。
他自然不想自己打拼了一辈子的事业交给一个外姓人。我到老宅时，柳中天正坐在餐厅里等着我，身边餐车上一顶大蛋糕，足足有27层。哦，对，我27岁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柳中天突然眼眶微红，颤着手起身给我切蛋糕。你小时候最喜欢过生日，就盼着这一口蛋糕。我打断他，爸，你知道季军为什么不在家休假吗？他顿住了。我笑着说，因为此时此刻他正陪着别的女人。爸，你说他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小时候家里穷，柳中天创业赔了不少钱，但爸爸妈妈从不亏待我，过生日要给我买最好的小蛋糕。那时候一家3口坐在一起，我吹灭蜡烛，许愿和爸爸妈妈一直幸福。后来柳中天赶上时代风口，狠狠吃了一波红利，柳家应了他的名字，就此如日中天。在之后，我常见各种各样的女人跟在他身边。过生日时，我问妈妈，爸爸怎么不回家了？他是不是不记得今天是真真的生日了？妈妈喂我吃蛋糕，笑着哄我上床睡觉，然后自杀在浴室里。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忌日。此后我住到姨母家里，不愿和柳中天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直到大学毕业，回忆戛然而止。我走到蛋糕跟前，笑着看不再年轻的柳中天，我会处理季军，你只要配合我就够了。伸手抿了一口蛋糕上的奶油，我遗憾道，可惜我不是那个盼着一家团聚高高兴兴吃蛋糕的小女孩了。天有些晚了，季军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给我妈扫墓。他的电话第一遍拨过来，我没接，随即第2、第3个电话就响起来。我接通后，那边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响起道歉的声音，对不起，真真，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。刚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和季军在一起没多久，偶然间他得知我的生日与我妈的忌日是同一天，一瞬间就红了眼眶。我只用爸爸有了别的女人，妈妈自杀一句话带过，他却紧紧将我搂在怀里，说心疼我的过去。我们一起痛骂这世界上对感情的不忠者和背叛者，发誓永远虔诚地爱着对方。打那以后，季军就坚持不懈地陪我一起来悼念妈妈。算起来10年间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来给我妈扫墓。从前她说她一定要来，而且必须得来，只有妈妈看见我有她陪着，才能放心地相信我如今十分幸福。只是今年季军记不得了，当然也许是顾不上。你看，承诺只在说出口的当下算数。我的声音飘落在傍晚的风里，轻轻的，季军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呢？他愧疚地喊我的名字，真真。好了，我轻笑起来。爸说，过几天你休完假，要你去法国出差，给我带一只爱马仕怎么样？季军在电话那头连声应好，我赶最近的一趟航班回去陪你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季军，你在那边好好休假吧。他迟疑着应下。我要求道，再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，好吗？挂断电话的同时，我的社交软件上推送了梁欣新发的帖子。他的号不久前刚建起来，走的是小资人设，因为长相漂亮且有钱，已经吸引了几万粉。帖子内容是几张自拍，看背景里深深的天色，应该拍摄于刚刚。有一张照片里，他坐在男人腿上，男人没露脸，一只手举着手机，一只手环在他纤细腰间，白皙腕上戴着白金宝鸡。我送的。在我请求季军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时，他正坐在季军腿上听我和他打电话。
我突然就落了泪。从怀疑季军到坐实他出轨，我一直以为自己风轻云淡，胜券在握，其实不是的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一分不要柳中天的钱。认识季军的时候，就是普通人家的小姑娘。他喜欢我和任何一对普通男女之间的喜欢没有区别。如果非得比较一下，我承认他的爱意更纯粹，也更猛烈。在周围同学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快餐爱情里，他真诚的追求，然后郑重的表白。他在宿舍楼下等我一起上课。4年间，到教室这条路上晨光熹微，我们牵着手，未来如此分明。后来我考研，他保研，我日夜煎熬。他抓着我的手说：“珍珍，再坚持坚持，就要熬出头了。我们就要熬出头了。”考研成绩出来那天，他颤抖着替我查成绩，输错了2次我的身份证号。他忽然就哭了，红着眼追问我要是考不到一起该怎么办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又骂自己晦气，念叨着说我的珍珍这么厉害，我的珍珍一定可以。我不负众望，和他上岸同一所高校。此后云淡风轻，拍毕业照的时候，大伙都散了，他抱着一捧花和我拍下一张2人合照。他说：“珍珍，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都看得见了。22岁的他会不会想得到，我们的27岁没有未来了？”结婚时，我曾在妈妈墓前笑着说我找到了真爱。妈妈，你也一定很为我感到幸福吧？如今却要他看着我经历一遍他的痛。我问妈妈，人心为什么变得这样快？就像我不知道我的爸爸为什么突然开始不回家，就像我不知道我和季军10年感情为什么一朝一夕就能化为乌有。也许男人本性如此，也许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人的善变。风轻轻吹过，妈妈也不知道答案。回家后，我发了烧，烧了1天1夜。季军在大晚上匆忙出现在卧室门口，等我开口问他怎么回来了，才想起自己迷迷糊糊间给他拨了电话。他过来探我额头上的温度，随即叹一口气：“珍珍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”我的眼睛有些酸。我想这句话应该我问季军，问他怎么把我们的感情搞成这样。但是算了，事已至此，算了。我拒绝去医院，季军只好找出家里的药喂给我，又亲手煨了一碗清淡小粥，就着他的手喝下药。季军像往常一样往我嘴里塞了一个甜蜜饯，他轻轻笑：“这么乖，从前让你吃药比杀猪都难。”我眼中的泪珠随着他的话滚落下来。他伸手拂去我脸上的泪珠。怎么了？这么大个人，生病还哭鼻子？我摇摇头，吸了吸鼻子，红着眼看他，扯出一个苍白的笑。季军，我只是太想你了。他一怔，后知后觉的，眼里露出一丝慌乱。他也愧疚吗？季军轻轻拍打我的背：“我这不是在这儿吗？珍珍，我在这儿呢。”我没说什么，只是顺势钻进他怀里，没有感受到抗拒。男人反而伸手紧紧拥住了我。出轨的他，面对生病且毫不知情的妻子，当然愧疚吧，也因此格外温柔。只是他的温柔近来大都给了梁欣欣，实在久违，也实在违和。我在他怀里轻轻蹭了蹭，余光瞥见墙角的监控红光闪烁。季军喂我喝粥，又削水果，还要隔一段时间就探探我的体温。电话响了，他只看一眼就掐断，专心致志地守在我床边。他殷勤的过分，我竟觉得这一会儿仿佛回到了我们刚恋爱的18岁。可惜我们感情的回春，居然要他出轨做催化剂。季军的手机在我几乎入睡时又响起来，我睡眼朦胧地看着他，怎么不接？他停顿了一下，骚扰电话而已。我静静看着他，
脸上露出一抹笑。他无奈地把手机摆到我面前：“珍珍，你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看。”我当然没看。而季军到底是接了电话，铃声第3次响起来的时候，他抱歉地看了我一眼：“珍珍，老姜找我有点事，我接一下。”老姜是他的兄弟，从大学一块玩，俩人好到共穿一条裤子。他出门接了电话，回来的时候急急忙忙，老姜的车在高速上抛锚了，我得去接他，肯定句。我顺从地做出着急的模样，善解人意地催着他赶快去。他正要走，临出门又想起来我仍然生着病，折返回来。抱歉，我摇头，体贴地表示没事。他轻轻在我额头啄了一下，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，也是难为他，在2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，还要同我惺惺作戏，掩盖他真正的心意。我打开手机，看见半个小时前梁欣欣发的帖子，只有一句：“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”我猜测着究竟是何种惊喜，沉沉睡了过去。早晨醒来，他的动态已经更新。凌晨2点37分，梁欣欣发了一张摸着肚子的照片，身后是正在脱外套的男人模糊的背影，宽肩窄腰，身形修长，定位在韩岩市别墅区，配文是一家3口，评论里一片恭喜声。梁欣欣怀孕了，我曾天真梦想着养育一个孩子，一个我和季军的孩子。结婚3年，季军一直以事业上升期太忙为由，想等以后安定下来再要孩子。我尊重他的想法，却也常常幻想日后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。我的孩子会出生在健全的家庭里，爸爸妈妈永远相爱，一家3口永远幸福。他过生日时会吃到世界上最美味的小蛋糕，在蜡烛闪烁的光里许下有关美好的心愿。我把我缺失的童年和爱全部给他，如今这个愿望就要破灭了。我看着帖子里梁欣欣轻轻抚摸自己的孕肚，忍不住摸了摸我平坦的小腹。我庆幸我的孩子幸好没有出生，否则他一定像我一样讨厌出轨的爸爸。点开季军的微信聊天框，聊天记录空空。我打字发送：接到老姜了吗？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对面秒回：事情有点麻烦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，你在家照顾好自己。我识趣的没有多问，回了一个好的，手机那头就没了动静。意料之内，梁欣欣刚把怀孕的消息分享给季军，此时此刻2人必定如胶似漆，浓情蜜意，倒显得我这么问有些不识趣了。我恶趣味地把他半夜发的帖子转给季军，假装惊讶道：这小女生不久前还在学校讲座跟你要联系方式呢，这才半年不到，居然已经怀孕了。她应该还在上学吧？聊天框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我却迟迟没有收到季军回我的消息。季军假期结束，出差法国，但梁欣欣社交软件上的帖子定位仍然是韩岩市的富豪区。好一个金屋藏娇，用我的金屋藏他的娇。2周后，季军回国，他在行业内的人脉基本已经被我包揽。他不在的短短1个月时间，我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屋子也该打扫干净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却没想到东风来得这样快，甚至是季军和梁欣欣亲手给我送上门的。季军的飞机从法国飞到韩岩市，一落地就去找了梁欣欣，他陪着梁欣欣逛商场，制备了许多母婴用品，小到婴儿用的掏耳勺、指甲刀、摇摇床，大到替梁欣欣找好了月子中心，
甚至为他们的孩子挑好了一所10几万1学期的幼儿园。私家侦探将2人照片和行程发给我时，我还不怎么在意，只是自嘲。季军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永远这么热烈，这么全力以赴。曾经对我如此，如今对那个女人也是如此。直到1天后，季军回了家，将那只我要求他买的爱马仕带到我面前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他没发觉我的异常，像任何一个归家的丈夫那样，稀松平常地亲了亲我的额头。珍珍，好久不见。我将那只假包收下，若无其事地在购物袋里翻了翻，翻出一张小票。我攒出一抹笑容：“老公，出差辛苦了。”他抱住我：“为了你打拼吗？不辛苦。”我笑笑没说话。隔天，梁欣欣就在社交软件上晒出一只爱马仕 Birkin， 而我那只包正是爱马仕 Birkin 的货。我想季军不至于特意把假包送给我，而把真包给梁欣欣，倒不是我自信他人品没这么恶劣，或尚且对我有感情。毕竟连在卧室里装监控，以向那个女人证明我们夫妻间是清白的这种事，他都能做得出来。我几年前不再抵触花柳中天的钱，一跃成为富二代，从此开始接触奢侈品。到如今，这种包包是真是假，看2眼心中就能有个大概。这一点季军绝对是清楚的。假使他并非故意，包包又到了梁欣欣手里，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分明了。我切号在社交软件上发了帖，网友都很热心，各种细节一一对比，最终把这只包鉴定为假。甚至有人专门截图了梁欣欣的帖子发到评论区里，评论道：“姐妹，这种才是真的。”热评第1的网友更是一语道出真相：小票是真的，但包却是假的。姐妹，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，真的不知道送给谁了。出门上班时，我背上季军送的包，他开车载我一同去公司，不合时宜地夸道：“珍珍，这包很配你。”我呵呵笑了2声，没搭话。搬上了一半，我坐在办公室，点开季军的聊天框，给他发消息：“老公，你在法国是不是被骗了？”Liv说我今天背的包一眼假，我仔细看了看，好像确实有点问题。季军很快回复我：“我在专柜买的，小票不是在吗？是不是品控问题？不太像。”我接着回复：“老公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被小偷调包了？”Liv说前几天还有人碰到了这事呢。季军没有回我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他敲开我办公室的门，脸色有些苍白。季军挤出一个笑容，声音带着歉意：“珍珍，不好意思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另买给你。”“没关系，老公。”我失落地叹了口气，但仍做出十分体谅他的姿态，柔声细语：“我只想要你陪陪我，好不好？”他身体一顿，进而伸手拥住我，十分愧疚：“过几天公司清闲点，我带你去旅游，去挪威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想亲眼见证一下峡湾地貌吗？”我打断他：“我想去是那边住2天，过几天就出发，好吗？”季军呼吸微紧，半晌才笑了一下：“好。”我不知道季军是什么时候联系梁欣欣搬出去的，很显然他搬得太迟了。我联系的保洁公司上门打扫卫生时，梁欣欣正好在家，保洁人员吓了一跳，毕竟我告知过他别墅内无人居住。负责人员急忙联系我，我淡淡合上刚刚签好的合同，轻轻笑了：“报警吧，就说住宅内有人非法侵入。”梁欣欣很快被带走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季军几乎是闯进我的办公室，他在办公桌前刹住脚，惊慌地看着我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我倚住办公椅的靠背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看了有一会儿，我才发现这个与我相恋的男人如此陌生。10年了，我像是没有真正认识过他。半晌，我弯了弯嘴角，季军，看来我们的旅行要泡汤了。季军猛然一惊，睁大眼看着我。这是我第2次见梁欣欣，在警局里，不同于上次见面时的她青春靓丽，此时此刻梁欣欣略显狼狈。看到季军出现，她的眼睛一瞬间亮了起来，梨花带泪地扑进季军怀里。周围人脸色奇异，我平静如水。站在身边的律师甚至冷静地拿出手机，飞速拍下这一幕，毕竟这也是证据。随着相机咔嚓一声，季军脸色难看地将怀里娇小的人一点一点推开。梁欣欣带着哭腔喊他：“阿军。”这是从前我常喊季军的昵称，那时候他爱我，所以我娇嗔着说这2个字这辈子只能我来喊。而他欣然应下。季军站在原地，直愣愣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情绪翻滚。我看不懂他的神情，是事情暴露的后悔，还是终于解脱的释然？警察了解了情况后，让我们自己协商。我走了2步，不急不缓地将一打照片当众甩到季军脸上。他后退1步，忍着痛，硬是没吭声。反倒梁欣欣惊慌地挡在季军跟前，杏眼圆睁怒盯着我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轻描淡写地看着他：“梁小姐，这话是不是应该我问你呢？用着我的男人，住着我的别墅，还要偷走我的包，我觉得好笑。梁小姐，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，怎么这么想不开，偏要当小三？”季军的脸色一点一点变白，梁欣欣却梗着脖子红着脸：“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”我几乎忍不住笑。我扭头看着季军，他立即厉声呵斥梁欣欣：“闭嘴！”梁欣欣怔了一下，愣愣地回头看他，仿佛不敢置信这个将他捧在手心里的男人会如此色厉内荏。季军僵硬地走到我跟前，他伸手想牵我的手，却被我侧身躲过，于是那手尴尬地停留在半空里，也只能垂下去。我静静望着眼前人：“季军，你要怎么处理他？”季军张了张嘴，却没发出任何声音。末了，他垂下眼，声音低如蚊呐：“珍珍，她怀孕了，他到底是爱她？”一句答非所问的话，但答案已如此明显。还好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那就离婚。我面上露出笑容：“财产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在这之前，你送给梁欣欣的财产，我要全数追回。”梁欣欣陡然拔高了声音，尖叫：“凭什么？”我没理他，只是看着季军，脸色平静的几乎冷漠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同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。我顿了一下，随即略显嘲讽地补充道：“不同意的话，你知道我有你出轨的证据，也有的是手段。”季军闭上眼，眉宇间的褶皱里阴满了痛苦之色。梁欣欣扑过来，拽住他的袖子，死死摇晃：“阿军，你不能净身出户，我们还有孩子呢，你让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他还要上双语幼儿园呢。”他在梁欣欣的哭声和尖叫里睁开眼望着我：“珍珍，我签。”离婚后，我直接联系人事部把季军开除了。他的存在与否对公司来说已经无足轻重。根据竞业协议，他甚至在几年内都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。当然，与之对应的是，公司给他开了一笔不菲的补贴。季军来公司收拾东西那天，执意要见我一面。我把他请进办公室，看着眼前这个曾和我相伴10年的男人，
短短几天，他消瘦了不少，下巴上也露出些许青色胡茬，脸色略显病态。他有些局促地站在我跟前，我合上文件，施施然看着他。季先生，有事请说吧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他哑然了一瞬，才苍白道：珍珍，你似乎一点也不爱我。我疑心自己听差了，半晌反应过来，才失笑。季先生，什么才叫爱你？一定要我痛哭流涕、毫无自尊地挽留你，才叫爱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你出轨在先。我收了笑容，淡淡看着他。我从前确实爱过你，可我不见。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声音缓和了一些，柔声问：你爱梁欣欣，我便成全你们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有些出神。对，我爱欣欣，珍珍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爱上别人了。他承认他爱上别人了，倒是坦诚。这一瞬间，我觉得太荒唐，又想，也许他和梁欣欣才是真爱，不然他怎么会为了一个认识半年的女孩，就轻易背弃一段10年的感情呢？不过都不重要了，我笑着祝福。那祝你们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。时隔半个月，我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假包后续，破案了。前夫出差带回来的爱马仕被小三狸猫换太子偷偷调包，另外发现小三被他养在隔壁是我名下的别墅里，时常在社交平台上打造豪门娇妻人设圈粉，已离婚，财产全数追回，渣男净身出户。帖子热度很快被顶到热榜上，除了评论爽的网友，还有人扒出了疑似小三的梁欣欣的账号。一时间，梁欣欣被顶到风口浪尖，评论里自称梁欣欣大学同学的网友跳出来，声称他是惯犯，不止当过一个人的小三，更有高中同学火上浇油，抖出他高中时期给老男人做小三，结果被人家老婆发现，被打断了腿，就此转学的故事。尽管我并没有承认梁欣欣就是我帖子中的小三，但他从前各种事迹已经传开了。我再次听到季军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是在本地一起恶劣的社会新闻上，季军捅了梁欣欣一刀，进了局子。听手底下的同事说，梁欣欣很快花光了季军那点补贴，在他身无分文后就踹了他。季军却不同意分手，用孩子当作借口，死缠烂打，苦苦哀求。他不信网络上的传言，只信自己的眼睛。无奈之下，梁欣欣只能如实告诉他，孩子不是他的。季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和他偷情期间，梁欣欣还身兼数职，辗转在几个不同的主顾之间。他老实承认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不过不重要，是谁的都行，只要不是季军这个穷光蛋的，换成任何人都足够他狠狠敲上一笔。从前他愿意和季军好，是因为他不仅有钱，出手还大方，更重要的是竟然当真傻傻的爱他。他只需要3言2语，略施小计，就能把季军哄得找不着北，轻易背弃10年的感情。只是他没料到，我和季军的婚姻破裂得如此迅速，季军甚至1分钱都没拿到，而他收的那些礼物也被一一要回去。那这么多天他付出的时间、精力和身体都算什么？用梁欣欣自己的话来说，惨过做鸡。说实话，其他主顾多少知道梁欣欣的为人，也知道她辗转游离，不会轻易被绑在谁的身边，他们都不介意，所以他想当然的以为季军也不介意。可是季军说爱他，然后捅了他一刀。后来梁欣欣在医院醒过来，大骂季军，他哪里是爱他，只是恨他搞没了他的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
把他变得一无所有，又轻易弃他而去。而我听 Eva 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刚好和海外的某公司签下一个大单。Eva 说：“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真是痛快。”我只是笑笑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已经和我无关了。山脚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因为我站得越来越高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